欢迎打开玛丽莎的黑盒子。我是玛丽莎，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。在日本经典的怪谈里，有各种很爱数数字的幽灵，其中有个版本是数手指的幽灵。这在许多地方怪谈或者是民间传说里都出现过。常见的版本是半夜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在数着1根、2根、3根。据说那个是生前意外失去手指的女性幽灵在数自己还剩几根手指。最可怕的是，如果有人问了谁在那里，或者是说你在数什么，那个幽灵他就会现身，向人追讨他的手指，甚至会抢对方的手指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黑盒子版本的数手指的幽灵。在日本的江户时代，有个叫做阿成的女孩，她因为家境不好，从小就被卖到镇上的大户人家做女佣。17岁的时候，阿成和一名年轻长工谈恋爱了。原本他们想请求主人让他们成亲，但没想到那名长工在替主人运货的途中，不小心从山路上掉下悬崖，当然就死了。那时候的阿成其实已经怀孕了，长工一死，她马上变成未婚怀孕。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无法被接受的。她一被发现怀孕就被赶了出去，她也不敢回去乡下老家，最后就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。后来她虽然千辛万苦把小孩生了下来，但因为这段日子阿成过得很不好，所以她生下来的小孩也是又瘦又弱。这个时候已经冬天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阿成不知道她和小孩要怎么办才好。有一天，阿成抱着小孩经过一间神社，他忍不住走进去，想要祈求神明保佑他的小孩能够平安长大。但他当然没有任何贡品，只能拿起供桌上点灯用的香油，倒了一点到油灯里，算是他对神明的心意。但他还来不及祈祷，就被几个来上香的妇女看到了，说他抱着野种闯进神社偷香油，对神明大不敬。最后阿成不但被赶出了神社，甚至被赶出了那个城镇。阿成抱着孩子来到一片荒郊野外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阿成必须找个地方过夜才行。他走了一段路，终于看到前面有座小小的神寺。阿成还先在寺外请求神明原谅，然后才敢带着孩子躲进去。进去后，他发现这里供奉的原来是地藏王菩萨。阿成想起来，他曾经听老人家说过，地藏王会保佑小孩，于是他就在佛前合掌，哭着请求神明保佑他的孩子。但阿成怀里那个瘦弱的婴儿还是无法抵抗残酷的冬天夜晚。阿成知道他的孩子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了，也已经不会动了，但他不愿意相信孩子已经死了。他还想着，如果能够生火取暖，孩子一定又会动起来。于是他暂时放下小孩，忍着酷寒走到外面的树林里，想折些小树枝来生火。阿成来到一棵树旁，举起发抖的手，用尽他身上的力气，用力一折。他听到啪的一声，但是断掉的却不是树枝，而是阿成的一根手指。原来他的手指冻僵了，一用力就折断了。阿成呆呆地看着他折断的手指，好奇怪，没有血，他也不觉得痛。阿成已经冻得失去了真实感，他只记得他想要去拿些树枝生火，所以他又继续去折树枝，但断的依然是他的手指。那天晚上，阿成和他的孩子就这样冻死在那座神寺里。后来只要有人晚上经过那一带，就会听到树林间隐约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像在数着什么。1根、2根、3根。像阿成这种微不足道的女孩，她是死是活没有人在意。但在附近一个大城镇里，有个女孩的人生就和阿成有着天壤之别。那个女孩就是镇上首富香川一家的千金香奈小姐。香奈不但容貌美丽，举止高雅，还会弹琴，尤其是她有双手指白皙修长的玉手。看过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的人，总会津津乐道，难以忘怀那动人的情景。香奈也非常保护她的双手，
每天都会用玫瑰花油浸泡她的指尖，再以珍珠粉滋润皮肤。她总说，她的手是为戴金饰、为弹琴、为握嫁扇而生的。像这样的千金小姐，当然从小就被家人捧在手上，宠爱的不得了。香奈每天锦衣玉食，从来没有吃过一点苦，受过任何委屈。但也因为这样，香奈养成了高傲挑剔的个性，稍有一点不顺心就怒形于色，也见不得任何污秽贫贱的人事物。有一天，香奈就穿上新做好的漂亮和服，在奶娘的陪同下，准备出门去另一户大户人家做客。香奈来到门口，正准备要上架笼的时候，刚好有个菜贩带着小女儿送来一车刚收成的蔬菜。本来送货送菜的都应该走后门，但这个菜贩是新来的，不太认路，所以走错了路，来到了前门。门口的家丁一看到他就大声斥喝，叫他赶快去后门。菜贩一面道歉，一面拉着车子急忙要走，但他的小女儿却被刚好走出来的香奈那身华丽的衣服吸引住了，还不由得走上前，伸手摸了摸香奈的衣袖。老张的手竟然碰我！香奈气得不得了，命令奶娘处罚小女孩。奶娘也不顾菜贩的哀求，脱下木屐，狠狠敲打小女孩的手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出来，香奈就是那种有张漂亮脸孔，但内心丑恶又冷血的人。但即使像香川香奈这种为所欲为的天之娇女，还是有吃瘪的时候。香奈已经来到了适婚年龄，上门提亲的人不少，但香奈心里却只属于一位武家出身、仪表堂堂的年轻公子鹰野清之介。但偏偏鹰野家没有派人来提亲，香奈要奶娘出去打听，才知道原来这个鹰野公子对一位药铺家的长女英子情有独钟。香奈知道很生气，认为以他香川一家和他香川香奈的条件，一个区区药铺的女儿怎么可能比得过他？香奈的父亲还为了这件事特地去拜访鹰野家，表明只要清之介迎娶香奈，香川家将会提供鹰野家许多好处。可是鹰野家不为所动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香奈想要却得不到的事物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得到鹰野清之介。就算真的得不到，他也绝对不会容许那个药铺的英子和清之介成婚的。香奈每天都在想这件事，脾气就越来越大，还会把气出在奶娘身上。奶娘没有办法，只好偷偷帮忙找了几次巫女，想要用咒术去诅咒那个英子，可是都没有用。眼看鹰野家已经开始筹办清之介和英子的婚事，香奈气得要将奶娘赶出香川家。奶娘也很着急啊，就到处打听，终于问到一件事。奶娘告诉香奈，听说那个郊外有个地藏王菩萨很灵哦，曾经有人带着孩子去赶路，晚上就睡在神寺里。本来孩子是冷得受不了，但是后来那个人就向地藏王祷告以后，他的背后竟然就出现了一堆柴火。后来就开始有许多人去那里许愿，所以奶娘才问香奈要不要也去那里试试。这里大家可以猜到吗？奶娘说的那件事情，其实应该就是曾经有过同样遭遇的阿成显灵帮忙的。总之，香奈一听就叫奶娘立刻去，但奶娘却说，听说要向那里的地藏王许愿，必须要在晚上亲自带着贡品去祈祷才可以。其实奶娘主要是担心，等下事情要是不成，香奈又会怪到她的头上，所以她才这样说的，要香奈务必要亲自前往。由于香奈太想阻止清之介和英子的婚事了，所以她就同意了。于是那天晚上，香奈就在奶娘的陪同下，悄悄地溜出家门，坐上驾笼，来到郊外的地藏王寺。香奈一看到那间破旧的小神寺，就一脸嫌恶。等奶娘把那个贡品都摆放好以后呢，她才掩着鼻子走进去，一脸傲慢地对着神下许愿：我要药铺的英子嫁不成清之介，不管英子是生病还是出意外还是怎么样都好，只要能够把鹰野家促亲就行了。对了，如果事情成了，我会要父亲出钱把这间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。香奈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迫不及待要离开这片荒郊野地。那天晚上原本月光明亮，但就在香奈要上驾笼的时候，空中飘来了几片乌云，遮住了月亮，周围瞬间暗了下来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的树林间
忽然出现了一团雾气，雾中隐约有个身影，还有一个人声清晰地传了过来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。香奈、奶娘和抬架笼的工人都吓住了。香奈害怕地问奶娘是谁在说话，但奶娘哪里知道呢？雾气很快就消散了，可以清楚看到树林间站着一名一身白衣的长发幽灵。那幽灵的脸是青色的，两只没有眼白的眼睛散发着幽幽的哀怨。奶娘和工人怕得立刻跪在地上，拼命喊着饶命。只有香奈还站着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赶快来保护我啊！但这种时候谁还管香奈啊？香奈的叫声反而吸引了幽灵，朝他游移过来。香奈吓得举起手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的手指不见了，你的手指好漂亮，可以给我吗？不可以！你去拿奶娘的手指，奶娘的手指给你。我只要你的手指，你的手指全部给我吧！香奈转身要跑，却腿软跌倒。他害怕地转过头去，刚好看到幽灵变得狰狞的脸孔朝他扑过来。第二天，香川家发现香奈失踪了，找了半天，才终于在郊外的地藏王寺旁边找到香奈。香奈被找到的时候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奶娘和工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这时候的香奈已经变得又疯又傻，只要有人碰他一下，他就会吓得嘶喊起来。但更可怕的是，香奈的双手变得光秃秃的，一根手指也没有，但却也看不到伤口，就像他的手上从来没有长过手指似的。香奈被带回家以后，不知道请了多少医生来看，但所有的人对他的状况都束手无策。香奈依旧疯疯傻傻的，最后香奈成了家族里难以启齿的禁忌人物，只能关在深宅大院内，从此再也没有外人见过他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。那个拿走香奈手指的女鬼，当然就是阿成的幽灵。阿成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可怜女孩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去，但却连这件事也无法做到。反观香奈锦衣玉食，备受宠爱，却失去了同理心，自私蛮横，凡事都只想到自己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最后才会被幽灵那股深深的怨气缠上吧。我是玛丽莎，说故事的人。在这个频道上，我会说奇幻、惊悚、灵异、恐怖、都市传说类型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装在一个黑盒子里。我每周固定更新，欢迎你来打开每个玛丽莎的黑盒子。喜欢的话，要记得按赞和订阅哦。玛丽莎的黑盒子，我们下次见。